美国要把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资产吗？比特币即将暴拉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小段时间呢，比特币又往上拉涨了一点哦。现在我们离前高点大约只剩下不到1%的距离，不到1%的涨幅呢，对于比特币来说非常迅速就可以被克服哦。比特币很有可能很快就又要创造出历史新高。那目前呢，我手上依然持有之前所开的这2张波段的仓位，你可以看到目前都有一定程度的利润。那现在的总利润呢，大概来到了11万美金左右。如果扣掉资金费率的话，我们可以观察到呢，最近随着行情的上涨啊，有非常多好像很不错的利多消息呢，都慢慢被释放出来了。那其实我认为，面对这些利多呢，我们的心态要跟一般的散户投资人啊，应该要有很大的区别哦。这才是我们可以在比特币的牛市空间慢慢被压缩，慢慢接近顶部的时候，获利的关键。其实我们频道是比较少提到消息面的，但并不是说消息面就完全没用。如果这个消息面有用呢，它通常是比较长远的，它会体现在比较长的时间段之后，而且呢，也会用比较长的时间来把这个利好的消息呢给体现出来啊。或许在消息发布的当下，行情会有波动，但这是我们没办法掌握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消息出现之前我们就知道。我们毕竟不是这些金鱼，也不是内幕人士。我们如果观察图表的话呢，可以发现非常多案例哦。像我认为上次的2个顶峰呢，就是非常好的范例。比如说我们上次在6万5的顶部哦，大家记得当时是有什么很爆炸性的消息吗？很爆炸性的利多消息吗？当时啊，我们在6万5的顶部的时候呢，就是 Coinbase 上市的时间点。时间点完全一模一样啊！借着 Coinbase 的上市呢，我们就做了最后的冲刺。然后我们在21年底所出现的6万9的顶部呢，当时是期货上市的期货 ETF 上市。其实期货 ETF 跟现货 ETF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当时的期货 ETF 大家对于后市呢就极端的看好。然后就趁着这波消息呢，庄家就把顶部呢给制造出来了，把最后一波的买入力量给全部逼出来，然后行情就开启了后面的下跌啊。我并不是说我们当前的盘面呢已经走到了牛市的最顶部了，但是接下来大家一定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利多消息出现。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重新回到这些最基本的观念，还有牛市的周期呢，才会更有助于我们在这轮牛市获得更大的利润，而不是被这些消息呢，这些利多消息就牵着鼻子走。现在有出现非常多的利多消息，那我认为呢，我们只要秉持着我们原本周期的这种判断法则，还有我们逐渐稳健的心态，还有我们一些最基础的技术分析，我认为就会为我们的这轮牛市创造很不错的收益。现在你可以看到目前自从上次 Microsoft 微软提议失败之后，他们提议把比特币作为公司的储备资产，失败之后呢，现在亚马逊 Amazon 的股东又有提议要不要把比特币作为公司的储备资产。像这种科技巨头呢，如果把比特币作为储备资产的话，这是非常大的利多，因为这些股票呢，他们其实持有者都是比较分散的，而且大家会认为这些股票呢是比较中低风险的资产，所以他们会更愿意配置更多的资金在这些投资上面。那这些公司有了资金，他们如果灌注到比特币上面的话，又会为比特币带来后面的一波上涨行情。虽然说很有可能还没那么快但我相信最终是要通过的。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不应该被这些消息然后影响情绪，就认为比特币接下来就只会永远上涨而不会下跌，认为接下来比特币呢会因为这些消息就进入永恒牛市。像这些看法呢，都是普通散户很容易出现的这种观点。不过我们呢
我认为还是要很谨慎的看待它们但这确实是一个利好。不过这个利好啊，它即使真的兑现啊，它也会体现在长期上面。它真的要体现呢，真的需要好一段时间呢。而且呢，这些资金流入呢，它也会是一段时间才会慢慢的流入进来啊，它并不会体现在通过的当下。其实我们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呢，就有非常多人啊都在讲比特币现货 ETF 要通过。上次我们在5-6万的时候啊，非常非常多人在讲啊。不过我们 ETF 通过呢，是直到我们这轮牛市才通过。那很有可能呢，我们在这轮牛市末期，或许在末期的1年内，我们看到的这些利好啊，它也不是说不会兑现不过它很有可能兑现的时间点呢，会在比较久之后了，就不会在我们这轮牛市了。那你还可以看到呢，最近川普的加密货币咨询团啊，他们想把比特币作为美国的战略储备，那这是更大的利多。我们目前加入比特币市场的呢，其实只有散户啊、机构、金鱼等等的，其实就已经形成了很不错的上涨力量了。那如果说美国加入了比特币的购买，我相信呢，这绝对会为加密货币又注入一波新的资金。而且美国加入之后呢，世界各国很有可能都会加入毕竟大家不想在加密货币的竞赛当中失去优势。但是我相信第一个，川普目前没有上任而且像这种法案呢，他推行还有宣导等等的计划也会需要一段时间那我个人认为是还没有那么快它确实是很大的利好不过我们不用被这种消息影响，让我们以为呢，比特币接下来就只会上涨而不会下跌，甚至比特币会进入永恒牛市。我认为才是我们看待这些巨大利好比较正确的心态。讲到川普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他的持仓其实他的持仓呢，也都是被公布在网络上面的，毕竟他的地址是有做公开的。你可以看到呢，他目前是持有以太坊如果观察他的持仓你会发现他居然不持有比特币他持有了以太坊，还有一些其他的迷因币、小的币种等等的。你要想当一个总统他连自己都持有蛮巨额的加密货币的时候，他肯定会做出一些对加密货币比较友好的政策，至少表示他本人是认可加密货币的，是看好加密货币的。那这些政策出来之后呢，我相信这些资金最终都会体现在比特币的价格上面。那最后呢，还有你可以看到，目前很多国家呢都陆续在把比特币申请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国家都有在推行这件事情毕竟没有人希望在加密货币的竞赛当中落后，连巴西也不例外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而且你可以领2次你只要 KYC 入金$100，你可以领$500的比特币以太坊仓位，你还可以再领$500的迷因币的仓位，这是松鼠币的仓位。然后我们在12月29号有在台北万豪饭店举办免费的讲座，非常欢迎大家来报名。我们准备了很多平时都没有输出的内容，还有周边免费停车，还有一些小点心等等的，非常欢迎大家共襄盛举。最后我们再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吧。比特币我们在周线上其实走的是很棒的，这根周线它走的是一根垂直线，那垂直线呢就表示这是一根看涨的 K 线如果你有看过日本大主图技术的话，毕竟我们长长的下影线就代表我们下方是有不错的支撑的。我们行情有到下面过，但是我们有不错的支撑，有不错的需求，行情又顶上去了。而且我们在上面呢，我们的上影线是比较小的，所以这种 K 线其实是很看涨的。那如果我们回到日线的话呢，你也可以发现目前我们在调整的过程我们的底部是在不断的抬升的，而且我们也形成了上升三角。那上升三角是比较看涨的形态，最后往上涨、往上突破呢，非常的合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去思考过，为什么上升三角它是看涨的形态呢？我们可以观察如果我们根据上涨的走势来看，
我们基本上都是碰到了10万附近，然后我们就回落，那中间也回落了很多次。当我们第一次碰到10万的时候啊，其实已经没有任何套牢盘了，因为价格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当价格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有买过比特币的人都是获利的。这个时候会卖出比特币的人呢，只可能来自他想要提前出场的人。那毕竟这些人在现在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它形成下跌的力度呢，也是比较有限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每次比特币创出了历史新高之后，我们都可以有一波非常不错的上涨。那我认为这波上涨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束。我们之前这些想提前卖出的人呢，他们可能在9万9这个位置他就先卖出了，然后想买入的人呢，他们在中间的价位比如说9万5、9万6，他们还不愿意买，他们是一直要到9万、9万1，我们才出现了购买的力量，才出现了支撑，然后又反弹到了10万之后呢，我们又回落了。那这一次虽然说他们都在10万左右卖，想卖的人都在10万左右卖，不过想买的人呢，已经等不及了，他已经等不到9万了，他在9万3就想买了那想卖的人呢，最后又是等到10万才卖。不过想买的人呢，他们又等不住了，他们也又等不到9万3了，他们等到9万5他们就买了。然后我们后面我们的行情就不断的压缩，不断的压缩。这些想买的人呢，他们想买的价位就被越垫越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垫越高。那最后呢，非常有可能就是走突破或许很多人都会说形态，但是形态背后的成因呢，跟 K 线的解读我相信就比较少人去深入了解。那我们这种上升三角，其实在过去也有出现过很多，但注意这个上升三角呢，它需要有很多条件的配合并不是你在图表上面呢随便用2条线框出一个三角，它就是一个合格有效的上升三角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呢，我们在调整的过程它逐渐的缩量，然后我们后面多头又出现量能之后，我们就把盘面给顶破了。我们往上突破之后呢，其实又走出了一段距离大家不要小看我们当时突破之后呢，又往上走了20%，20个百分点如果我们从10万突破走20%，我们就会走到12万走到12万，比特币可以到12万，我相信就相当不错了。毕竟我们在2年前2年多前我们还可以买得到1万多块的比特币那我们当时其实也是走一个非常强势的调整。我们如果看到现在的行情，我认为即使我们现在呢往上走突破的几率是比较高的，不过我认为走出突破的这段上涨呢，它也会慢慢递减也就是会比我们6万7一直到10万的这段涨势呢，也会递减下来毕竟上涨都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目前呢，其实也是好消息我们在昨天的收盘价呢，已经收出了我们比特币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根日线。我们收盘是收在102650，我们从来没有收过这么高。那我们今天很有可能再破纪录，这对于比特币来说都是非常强势的表现。如果我再把级别切小一点切到4小时的话，你可以发现呢，我们之前大概在10万02000呢，都会有这种阻力出现很多人在这个位置选择去卖出比特币，有部分的人不过我们目前呢是已经走到了10万03000，还没有出现很明显的供应也就是想要在这里卖的人呢，他的卖的货已经出的差不多了，不然我们在这个价位我们就会开始出现回落了那我们现在的价位可以在这个位置停留这么久，可以碰触的这么频繁那就表示我们这个阻力呢，它已经变得很小了，说不定非常快就可以做突破。我们再来看一下 Bitcoin Dominance 吧。其实目前我认为最好的机会呢 ，CP 值最高的机会其实已经不是在比特币了，它会慢慢的转移到以太坊还有山寨币身上。但是我们在买山寨币、持有山寨币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到风险那我们可以来评估一下目前我们的山寨季它已经走了多少它会走到多少
我们来观察，我们前面是有一波小小的山寨季，我认为是已经开始了。那这一波下跌呢，其实我们可以找到跟上一轮匹配的这样子的跌幅也就是我们开启的第一段。我们之前的山寨季呢，我们走的第一段其实跟我们现在非常的雷同我们是先下跌之后呢，然后再震荡一小段时间，震荡一小段时间之后呢，其实第二段这一段才是最主要山寨季发威的时候。那我认为呢，我们这段行情是还没有到来所以很值得我们现在就布局，然后来参与之后的行情而不是我们等到了行情已经开启之后，我们才问说，还能参与什么？其实到了那个时候行情已经开始的时候，最好的入场时机点呢，最好的入场点位其实都已经被错过了。我认为呢，我们这两段下跌它是可以做类比的。我认为我们这一波山寨季会比往轮要来的明显变小原因很多那你可以观察，我们上次的下跌是从 73% 一直跌到 40%， 也就是市场的资金总体市场的资金转移了33个百分点出去这就是所谓的山寨季。那我们前面的第一波我们就转移了大概我们从 73% 一直跌到62 60左右大概是跌了 11%那我们总共跌了 33%， 转移了 33%， 我们前面第一段先转移了 11%， 也就是第一段先转移了1/3左右那各位朋友们我们目前也很有可能是已经转移了1/3你可以观察我认为我们这轮牛市呢，它最低可以碰到我们前面的低点大概在40左右，甚至碰不到40很有可能40出头就结束了也就是我们这一轮山寨季它大概可以转移 20%、21% 的资金到山寨币身上。但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如果测量到这个最低点的话我们已经从 61% 一直跌到 54% 了，大概是转移了 7% 左右那我们总共会转移 20%， 目前转移了 7%， 也就大概是1/3。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做比特币的优势，因为比特币它就是有周期的。我们连山寨季开始的时机点、开始的方式呢，其实很多时候也都是按照过往的周期在进行的。甚至我们目前山寨季的这个时机点你可以观察2024年的11月。好，那我们就回到4年前吧。2024年的11月，2020年的11月，差不多我们这里是2020年的12月，你可以发现其实就是4年一轮。所以我们连山寨季开启的时机点它也是符合周期的。我认为我们在经历了一小段震荡之后呢，很快我们就会再开启第二波，才是真正山寨币的重头戏。我们现在只不过是确认了行情开启而已你可以观察前面的这波先跌一点点嘛，然后我们这里也是先跌一点后面有小小的震荡那我相信这里也会有小小的震荡。震荡完之后呢，第二波其实才是我们做山寨币的人要把握的重头戏最关键的时机点那现在就很值得我们去做入场跟布局。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对了，我们这次真的准备了很多很丰富、很有价值的内容真的很欢迎大家可以参加我们12月29号免费的万豪讲座，入场免费，而且无条件，真的很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好，非常感谢大家，拜拜。